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可曾听过一个名字，带着如同梦境般的色彩——雷姆利亚？这个传说中的大陆，据说隐没在太平洋的深海之下，与亚特兰提斯齐名，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神秘的失落篇章之一。不同于亚特兰提斯的理性、科学与权力的荣耀，雷姆利亚则被描述为一个充满爱、和谐与水晶能量的高频文明。或许你曾经感觉过自己与海洋、与大自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连结，那份感觉正是许多人相信的。我们灵魂的某些记忆来自于这片消逝的文明。雷姆利亚的传说最早并不是来自灵性书籍，而是19世纪的一种地质假说。当时有学者注意到，印度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生物分布似乎暗示着一个失落的大陆存在，他将其命名为 Lemuria。虽然随着地球板块学说的发展，这个假说在科学界被逐渐抛弃，但它却在灵性领域发芽，并被赋予了更丰富、更超凡的象征。在神秘学与通灵资讯中，雷姆利亚并不是单纯的地质构造，而是一个高度灵性化的古老文明。人们形容雷姆利亚人是地球的守护者，与自然界保持深度的共鸣。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今日的物质文明，对他们而言，世界并非由冰冷的物质构成，而是一张交织着能量与频率的网。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外在的征服，而是内在的和谐与爱的流动。这个文明常常与昂秀星人 Pleiadians 联系在一起，许多灵性资料声称，雷姆利亚人其实是昂秀星人来到地球后所留下的后裔与智慧结晶。他们被赋予了能够与地球能量网格共振的能力，也因此能够使用巨大的水晶来进行沟通、储存能量，甚至调整集体意识的频率。这使得雷姆利亚在神话传说中成为一个带有外星科技印记的文明。然而，雷姆利亚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超古代文明的清单里，它还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想象。亚特兰提斯的故事中充满了权力斗争、科技失控与最终的覆灭。相较之下，雷姆利亚则常被描绘成一个更纯净的文明，它代表着人类曾经拥有过的爱与合一的状态。一些灵性实修者甚至认为，现今许多灵魂来到地球，正是带着雷姆利亚的记忆，要再次唤醒人类与大自然的连结，并重拾内在的爱与高频共振。在这样的背景下，雷姆利亚不只是地理传说或灵性神话，而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类可能曾经经历过的一种不同文明形态，没有战争，没有权力的阶级斗争，而是一种建立在共感、共振与水晶科技上的高维生活方式。这或许也是为石魔，即便它没有如亚特兰提斯般大量的古籍记载，却依然能在全球不同文化的传说中留下蛛丝马迹。那么，这片失落的大陆究竟可能位于何处？它的样貌又是如何？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雷姆利亚的地理位置与它可能的范围，带你一步步走进这个爱与水晶的高频文明的神秘世界。如果说亚特兰提斯代表着大西洋的传奇，那么雷姆利亚便是太平洋深海中最神秘的低语。传说它是一片广阔的大陆，从印度洋一直延伸至太平洋，覆盖了今日的马达加斯加、印度南方，甚至横跨到澳洲与夏威夷群岛。换句话说，雷姆利亚的范围几乎是现代地球人难以想象的。它或许曾经是横跨东西两大洋的巨大陆地。在19世纪的学术界，雷姆利亚这个名字原本是科学家为了解释印度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相似的动植物分布而提出的假说。他们推测，这些生物之所以会同时存在于两地，是因为曾经有一个连接性的陆块，但随着板块构造论的发展，这个假说被视为不必要。然而，灵性传说却延续了这个想象，并且赋予它更宏大的内涵。那是一片高频率大陆，一个人类灵魂曾经集体生活的圣地。许多灵性研究者与通灵资料都指出，雷姆利亚大陆的核心位置应该在今日的太平洋一带、夏威夷群岛、复活节岛以及南太平洋的无数小岛，被认为是这片大陆残存的山峦顶端。当人们站在夏威夷的火山口俯瞰浩瀚的太平洋时，往往会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灵性能量，匍匐脚下的大地正是某个早已沉没的远古文明的遗迹。有趣的是，南印度的传说中也存在一个与之相似的库马里大陆 Kumari Kingdom， 这是一片传说中的大陆，
据说沉没于印度洋，孕育了古老的达罗毗荼文明。这些传说与雷姆利亚的概念有着高度重叠，让人不禁怀疑，是否人类不同的文化都在用各自的语言描述着同一片已消逝的土地。地理学上的推测或许无法完全解答，但太平洋岛屿的神话却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许多波利尼西亚与夏威夷传说中都曾提到一群来自星辰的祖先，他们带来了智慧、文化，并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复活岛上那些巨大无比的石像摩艾，更被一些学者与神秘学者视为远古文明的痕迹，也许正是雷姆利亚人留下的印记。雷姆利亚的自然环境据说异常丰饶，这片大陆拥有无数水晶矿脉，那些巨大的水晶不只是自然资源，更是文明的能量核心。灵性传说中，雷姆利亚人能与这些水晶共鸣，将其视为大地的心跳。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今日在夏威夷、加州甚至巴西仍能找到许多被称为雷姆利亚水晶的能量石，被广泛用于灵性疗愈与能量调频。地理学与灵性传说在这里交错，一边是板块漂移与火山运动的科学叙事，一边是灵魂记忆与能量共振的神秘诠释。究竟雷姆利亚的真实位置在哪里？或许我们永远无法以现代的地图精确标记，但可以确定的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这片辽阔海域，无论在地质学还是神话学的角度，都隐藏着人类未解的秘密。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回到雷姆利亚文明的核心特色时，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以疆域与军事为荣的帝国，而是一种建立在爱、和谐以及能量交流上的生活模式。下一段，我们将进一步走入雷姆利亚人的日常，探索这个以水晶为核心的高频文明究竟拥有怎样令人惊叹的特色。当我们试着想象雷姆利亚的生活景象时，就必须跳脱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物质文明。雷姆利亚人并不依赖城市的高墙、权力的制度，甚至没有严格的阶级分化。他们的社会核心是一个词：爱。在灵性文献与通灵资料中，雷姆利亚人被描述成一群高度和谐、彼此共振的族群。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共存与分享。在这片大陆上，雷姆利亚人与自然的连结几乎无法分割，他们能够与动物、植物，甚至大地本身交流。他们是地球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而不是一颗冰冷的行星。对雷姆利亚人来说，风吹草动、水流声响，都是地球与他们对话的方式。这种自然共振的能力，让他们的文明不需要依靠破坏性的科技，也能过上繁荣而安定的生活。水晶是雷姆利亚最鲜明的象征。他们相信水晶不仅仅是矿物，而是大地的记忆体。透过与水晶的共鸣，他们能够储存讯息、交换能量，甚至进行心灵的交流。许多灵性研究者相信，今天人类所发现的雷姆利亚水晶之所以带有独特的能量震动，就是因为其中仍然封存了那个时代的集体智慧。对于雷姆利亚人而言，水晶既是他们的科技，也是他们的文化与信仰核心。在社会结构方面，雷姆利亚是一个没有严苛阶级制度的文明。他们不像亚特兰提斯那样出现科技精英与统治阶层，而是以一种集体意识的方式共同运作。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情绪与想法，因此不需要法律或武力去维系秩序。因为在彼此透明的灵性交流中，冲突与欺骗几乎不可能存在。家庭与社群的概念在雷姆利亚也和我们今天不同，他们不是以血缘为唯一核心，而是以灵魂频率的共鸣来聚合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更像是一种灵魂契合的能量共同体。这也让雷姆利亚社会极为稳定，因为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所属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以物质拥有来衡量价值。在雷姆利亚，并不存在财富的差距，因为能量的流动才是一切的根本。当某个人需要帮助或资源，整个社群自然会共振出解决方案。这是一种以爱为基础的生活模式，也是许多灵性学者认为人类未来可能要回归的方向。除了社会形态之外，雷姆利亚人还被形容拥有更敏锐的感官，他们能感受到能量场的变化，甚至能直接透过心灵感应沟通，而不必依赖语言文字。这种心灵语言让他们的文明避免了误解与冲突，同时也让集体意识更加紧密。有人甚至相信，雷姆利亚人的灵魂仍在今日的许多人之中，
他们带着这份心灵共振的记忆，重新回到地球，试图引导人类走向更高的意识层次。这样的特色使雷姆利亚成为一个与我们今日世界截然不同的存在，没有战争，没有竞争，没有物质上的过度追逐，而是以水晶为能量核心，以爱为社会基础的高频文明。但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以爱与和谐为根本的文明，是否真的可能拥有某种高科技？如果有，那这些科技又是如何运作的？下一段我们就要进入最引人入胜的部分，雷姆利亚与外星高科技之间的可能连结。在雷姆利亚的传说中，水晶并不只是装饰品或矿石，它是科技、意识与灵魂之间的桥梁。许多灵性学者与通灵讯息指出，雷姆利亚文明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展现如此高频的状态，背后有着一个核心秘密：外星智慧的传承。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来自昂宿星 Pleiades 的影响。根据部分灵性资料，昂宿星人曾在远古时期来到地球，协助地球人类建立与能量网格的连结。这种连结使雷姆利亚人能够运用巨型水晶与地球本身的磁场和宇宙频率共振。换句话说，雷姆利亚的高科技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金属机械或电子晶片，而是一种能量意识科技。这些水晶科技的运用方式令人难以置信。据说，雷姆利亚人能透过水晶来储存庞大的讯息，就像是宇宙的硬碟。甚至在今日，仍有一些灵性实修者声称能读取雷姆利亚水晶中留存的讯息。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将水晶当作能量发射塔，调整城市的能量场，让所有居民维持在和谐、平衡的频率状态。这种频率控制的能力，也许就是为什么雷姆利亚社会能够长时间维持没有战争的和谐状态。更令人着迷的是，部分灵性传统认为雷姆利亚人曾经掌握量子意识科技，这是一种透过集体心念与水晶共振来影响现实的方式。当数千人同时进入冥想状态，并将意识聚焦于水晶中时，他们能创造出能量场，甚至可能改变物质的状态。这种科技既是科学，又是灵性，是我们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意识工程学。与亚特兰提斯的比较也常被提起。亚特兰提斯被视为一个偏重于外在科学与理性的文明，他们发展了庞大的机械与能源系统，最终却因科技失衡而走向灭亡。雷姆利亚则被描述为一个内在灵性与能量科技的文明，他们没有追求征服或统治，而是追求与宇宙频率的调和。如果说亚特兰提斯的科技是钢铁与力量，那么雷姆利亚的科技就是水晶与意识。还有一些传说提到，雷姆利亚的能量网格与地球的地脉线 Ley Lines 有密切关联，他们能利用巨大的水晶柱将能量输送到整个大陆，甚至与星际的能量场相呼应。这让人联想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巨石遗迹、古老庙宇，它们可能正是当时文明与宇宙频率共振的遗迹。然而，这些高科技并不只是外在工具，雷姆利亚人相信，真正的科技来自内心。当心灵与爱的频率足够纯净时，才能与水晶共鸣，才能掌握这些能量。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充满恐惧与私欲，那么水晶就不会回应。也因此，雷姆利亚的科技并未被滥用，因为科技的使用门槛并非权力或财富，而是意识的纯度。这样的文明让人不禁想问，如果雷姆利亚真的存在，他们的科技是否真的被完全消失了呢？还是说，他们以某种方式仍然潜藏在今日的世界之中，等待我们再次唤醒？但正如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文明一样，雷姆利亚最终也未能幸免于灭亡。这片以爱与和谐为核心的高频大陆，究竟是如何走向消逝？在下一段，我们就要揭开雷姆利亚毁灭的原因，以及它留下来的神秘遗产。即使是一个以爱与和谐为核心的文明，雷姆利亚最终仍然走向了覆灭。那么，这片充满高频能量的大陆，到底是如何沉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呢？许多灵性与神话资料指出，雷姆利亚的毁灭与亚特兰提斯有着密切关联。一种说法认为，两大文明在某个时期曾同时存在，亚特兰提斯偏向科技与理性，而雷姆利亚偏向灵性与和谐。随着时间推进，
两者之间逐渐产生分歧，甚至在能量的运用方式上发生矛盾。当亚特兰提斯开始以权力与控制为导向，雷姆利亚则试图守护自然与爱的频率，最终这种冲突引发了能量场的巨大失衡。另一种说法则指出，雷姆利亚的灭亡与地球本身的自然变化有关。约12000年前，地球曾经历剧烈的地壳运动与海平面上升，导致大片陆地沉入海中。雷姆利亚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天灾中逐渐被海洋吞没。当地壳断裂，海水泛滥，大陆上的水晶能量网格也因此崩解，整个文明被迫消失于深海。也有人相信，这并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灾变，而是一场意识转换。雷姆利亚人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将自己的灵魂集体提升到更高的维度。他们的肉身或许被海洋淹没，但灵魂却进入另一个频率层次，继续守护地球。这就是喂食魔。许多现代人会感到与雷姆利亚有莫名的连结，仿佛灵魂深处保存着那段记忆。至于遗产，许多人相信雷姆利亚留下了2种东西，第一是物质上的水晶遗迹，这些水晶可能仍然埋藏在深海，或是以碎片形式出现在今日的矿脉中。第二，则是更为重要的灵魂记忆，这些记忆透过转世灵魂流入今日的人类之中。当我们在冥想或梦境中感受到强烈的爱与回归自然的呼唤，那或许正是雷姆利亚的频率，试图唤醒我们。最终，雷姆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文明的伟大不在于它能建造多少高塔或创造多少武器，而在于它是否能与宇宙的频率和谐共振。虽然雷姆利亚已经沉没在深海之中，但他的精神仍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对爱、对自然、对合一的渴望，或许正是人类下一个进化阶段的关键。而这也只是超远古地球文明系列的其中一章。在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另一个神秘的远古文明——赫利奥波利斯文明，古埃及的前身，以及是否还有更多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远古真相等待我们去揭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